健康永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佑丽。过去在公家单位，我经手的就是与大家福祉最相关的事务。今天，我急切地想和大家聊一件至关重要却常被误解的事，那就是身心障碍证明。它能为你家每月合法增加几千到3万元不等的稳定支持，这是社会回馈给你的温暖，不申请实在可惜。许多长辈一听到身心障碍立刻摇头，我好好的，申请那个干嘛？这想法我特别理解，但请你推开那扇老旧观念的门，让新空气进来。在台湾，估计有超过30万个家庭已符合资格，却因不了解或觉得丢面子而错失每月上万元的补助。这就像忘了领自己存的钱，令人心疼。如果你或家中65岁以上的亲人开始腰酸背痛、走路不便、记性变差、视力模糊、听力减退，请务必花时间了解。这不仅能每月节省可观开销，更可能成为一份额外的养老支持。这不是施舍，是你为家庭和社会奉献一生后应得的一份权利，请别再让这份温暖静静溜走了。我完全理解，那个身心障碍的标签，让很多一辈子要强、爱面子的长辈心里头特别别扭，特别抗拒。但是，咱们一定要把观念转过来，现在早就不是几十年前残障手册那个时代了。现在的身心障碍证明，它的核心精神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不再着重看你缺了什么、少了什么，而是科学地评估你身体哪个功能受到了影响，导致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障碍。我给你打个最贴切的比方，你就明白了。这就像咱们家里开了很多年的那辆老伙计，汽车，开久了总要去定期检验，对不对？验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给它贴个破车的标签吗？当然不是。是为了检查它的引擎有没有力，刹车灵不灵，灯光亮不亮，查清楚了，该保养的保养，该换零件的换零件，目的是为了让这辆立下汗马功劳的车能继续安全、平稳地跑下去。我们用了大半辈子的身体，就是这辆最珍贵、唯一的宝车啊！这张身心障碍证明，就是一次由政府认可的、非常专业的身体年检报告，它的目的是要找出我们身体哪个功能零件退化了、磨损了，导致生活这部车开起来不顺畅，有风险了，然后政府才能根据这份精准的检修报告，给我们提供最对位、最实在的支持和帮助。所以，申请它一点都不可耻，更不是去占谁的便宜，这是咱们正大光明的权利。是因为咱们年轻时为了一切奋斗，现在身体需要一些保养和维护了，这个我们曾经建设过的社会，理所当然要回过头来支持我们，让我们能过得更有安全感，更有尊严。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全台湾现在已经有超过120万人手里拿着这张证明，在享受各种福利了。但专家们估算，实际上真正符合资格的人，可能高达150万以上。这中间差的30多万个家庭，就是我今天最想用力喊话的对象。所以，各位老朋友，请你先暂时把我不够严重啦，我哪有资格？这种念头轻轻放在一边，跟着我佑力一起往下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很多常见的老人病、老毛病其实早就达到了政府设定的申请标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罢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根据台湾最新的鉴定标准，把最常见的和我们长辈息息相关的8大类状况，一类一类掰开揉碎的讲给大家听。你可以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帮自己或者家人对照一下，检查看看。咱们先从第一类说起，叫做神经系统构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碍。这个名字听起来很专业，其实它包括的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失智症、中风以后留下的各种后遗症，还有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这些。我给你说个真实的例子，我以前服务过的一位老先生，身体看起来挺硬朗，但家里人就慢慢发现他不对劲。最明显的就是记性，明明早上才吃过药，过2个小时他又问你，我今天的药吃了没？更让人担心的是，有一次他去楼下那个走了几十年的公园散步，居然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同一个地方绕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是邻居发现才把他带回来。朋友们，这就是失智症很典型的状况，短期记忆力严重衰退，对时间地点搞混乱，判断力也变差了。在台湾，像这样的案例每年都在快速增加，但懂得去申请相关补助和服务的家庭，连1半都不到。很多人就觉得是老翻颠了，没办法，自己忍着。除了失智症，中风之后如果留下一侧手脚无力、动作不灵活，或者讲话变得口齿不清，别人听不懂，这些都属于神经系统的后遗症。
还有，不要忽视情绪问题。如果家里的长辈有严重的忧郁症，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整天闷闷不乐，不想出门，不想见人，连吃饭洗澡都懒得动，觉得生活没意思，这种精神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功能，也完全可以在精神科进行评估，看看是否符合申请标准。第二大类是眼耳及相关构造与感官功能障碍，主要就是眼睛和耳朵的问题。这跟我们长辈的生活品质关系太大了。眼睛方面，很多长辈看东西要拿得老远，或者就算戴着老花眼镜，看出去还是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这可不单单是老花眼哦。很多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青光眼、白内障加重，导致视力严重受损。我认识一位阿姨，糖尿病史很长，后来视力退化得很厉害，连药瓶上的小字都看不清，有一次差点把降血压药当成维生素吃，非常危险。后来去眼科做详细检查，她视力最好的那只眼睛，即使戴上眼镜矫正，视力都不到 0.1， 这种情况去申请视觉障碍的鉴定是完全符合资格的。耳朵方面呢，如果你跟家人讲话总是鸡同鸭讲，你讲东他答西，需要对方在耳边大声重复好几遍才听得见，或者看电视的时候，音量要开到全家人都嫌吵，邻居可能要来抗议的程度。再或者，别人在背后叫你，你常常完全没反应，这种听力退化的情况，也请不要以为人老了就是这样，它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听觉障碍的鉴定标准，完全可以去耳鼻喉科检查看看。接下来的3到第6类可以放在一起理解，它们是涉及心脏、造血、免疫、呼吸、消化、代谢、内分泌、泌尿、生殖、皮肤等系统的功能障碍，听起来包罗万象很复杂，对不对？其实简单说，就是咱们身体内部器官的功能出了问题。这里我一定要用最大的声音告诉大家，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接受定期的血液透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肾，那么你去申请身心障碍证明，通过的几率是极高的，几乎是100%。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全台湾居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洗肾朋友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想到自己可以申请这个权益。我一位朋友的母亲就是因为肾衰竭需要每周洗肾3次，光是来回医院的交通费、时间，还有洗肾后需要补充的大量营养品，就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照护压力。后来成功申请到证明后，不仅交通有补助，每个月还有一笔生活补助金，实实在在减轻了家庭的担子。除了肾脏，我们再看其他器官。心脏方面，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比如心脏放过支架、装过心率调节器，或者心肌梗塞之后，心脏功能变得很差，变得很容易喘，平常走路、爬几阶楼梯就心跳加速，上气不接下气，感觉氧气不够用，这也可能符合申请的标准。呼吸器官方面，最常见的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肺阻塞。如果平时在家里就需要依赖氧气机来帮助呼吸，或者稍微活动一下，就像跑了100米赛跑一样喘个不停，连自己穿件衣服、洗个澡都变得异常困难，那也请一定要去胸腔内科评估看看。还有咱们的肝脏，如果是严重的肝硬化或者罹患肝癌，这些疾病不仅治疗过程辛苦、花费大，也会极度损耗人的精力，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和工作能力，通常也都在身心障碍鉴定的考虑范围之内。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身体内部的毛病外面看不出来就不能申请，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让你的生活功能大打折扣。第7类是神经、肌肉、骨骼之移动相关构造及其功能障碍，也就是大家最容易理解，但也最容易自我设限的肢体障碍。很多人一听肢体障碍，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一定要截肢，或者必须坐轮椅的画面，然后就自己打退堂鼓，我没那么严重啦。错了，朋友们，这个观念真的过时了，而且会害你损失权益。我有个长辈，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因为长期站着上课，膝盖软骨磨损，退化得非常严重，现在是走一步痛一步，上下楼梯更是要命，必须紧紧抓着扶手，一步一步挪。出门去市场，没有助行器根本寸步难行，走不到50公尺就得找地方坐下休息，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后来他经人提醒去做了鉴定，现在不仅每月有补助，政府还补助他换了一台更轻便的电动代步车，社工还来家里评估，帮他把浴室的门槛打平，装上了稳固的扶手和洗澡椅，生活安全性和品质大大提升。
所以你看，像这种因为关节严重退化，比如膝关节炎、髋关节炎，需要依赖拐杖或助行器才能行走的情况，或者像中风后，一边手脚虽然还能动，但就是笨拙、无力，抓不住东西，走路会拖地的情况，甚至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变，导致你弯腰捡东西、转身回头都疼痛困难的情况。这些统统都属于肢体障碍的评估范畴，它的核心是移动功能受损，而不是看你缺了什么。千万不要自己先画地为牢，把权益拒之门外。最后一类是其他障碍类别，这包括一些前述类别未能涵盖的特殊罕见疾病，或者是同时拥有2种以上障碍的多重障碍的多重障碍情况。听我这么详细的梳理完这8大类，大家心里是不是有点谱了？是不是突然发现，原来这张身心障碍证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么近，几乎就是为我们这个年纪可能遇到的各种状况量身定做的一份保障。那好了，听到这里，肯定又有朋友要问了，佑丽啊，你说的是很有道理，但申请起来是不是超级麻烦？是不是要跑很多衙门，准备一堆证明文件？想到那个过程我就头大，干脆算了。这一点你放120个心，现在的申请流程啊，比你想的简单，人性化得多。你只要记住我总结的一个10字口诀，先看医生，再跑公所，回家等待。我把它拆解成4个清清楚楚的步骤，保证你一听就懂。这第一步也是最关键，决定成败的一步，就是找对科别，说对诉求。很多长辈申请失败，就是卡在这第一步，因为不好意思开口，或者没把话说清楚。你一定要记住，医生是这个申请的启动者和评估者，但他们每天看诊非常忙碌，任务是诊断和治疗你的疾病。他们不会，也没有义务主动问你要不要申请福利。这不是医生不关心你，是因为社会福利的咨询并非他们的本职工作，所以你必须自己主动出击。怎么做呢？轮到你看诊的时候，不要害羞，也不要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跟医生说，医生，不好意思，我想请教一下，以我现在这个情况，比如我的膝盖已经痛到走不远了，或者我的记忆力衰退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可以帮我评估一下，申请身心障碍证明呢？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明确讲出申请身心障碍证明这个目的和需求，千万不要只是跟医生抱怨家里经济困难，或者听说有补助可以领，这样医生可能无法立刻理解你到底需要他帮你做什么。同时，挂对科别是成功的一半。记忆力问题、疑似失智，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关节疼痛、行动不便，看骨科或复健科；眼睛问题看眼科；耳朵问题看耳鼻喉科；心脏问题看心脏内科。洗肾的朋友固定回诊的肾脏科即可。如果实在不确定自己该看哪一科，一个好方法是先挂家庭医学科，让家医科医生帮你做初步的整体评估和转介。当你提出申请后，除非是像截肢这种非常外显明确的状况，否则医生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大约是3个月到半年。这是为了确认你的身体状况是持续性的功能障碍，而不是一时的急性期的问题。这段时间，你一定要乖乖配合医生的治疗，按时回诊复诊，让医生能充分了解并记录你病情的稳定状态。他观察得越仔细，写出来的诊断和评估报告就会越详实，越有分量，这对你后续的鉴定结果至关重要。第2步就是备齐证件，前往公所。当医生经过观察，认为你的状况确实符合申请门槛，他会告诉你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这时候，你只需要准备3样最简单的东西：最近6个月的1寸照片1张，你自己的身份证正本，还有你的印章。然后亲自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区公所，找到社会科或社政科的柜台，走进去，直接跟承办人员说，你好，我要申请身心障碍鉴定。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一份非常重要的身心障碍鉴定表，并且在这份表格上盖上区公所的官方印章。这份盖了章的表格是你的通行证，务必妥善保管。这时候，你也可以顺便问一下承办人员后续大概的流程和时间，他们会很乐意为你解答。第3步是回到医院，完成团队鉴定，拿着那份盖好官印的鉴定表，再次回到你原来看诊的医院，交给你的主治医师。接下来，你会经历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全面的团队评估，这可不是医生一个人说了算哦。通常，医师会负责你疾病本身和身体功能的专业判断，物理治疗师可能会请你走走路，做几个蹲起或抬手动作，来评估你的关节活动度、肌力和平衡能力。
职能治疗师则会通过询问或实际观察，了解你日常生活中自己穿脱衣服、吃饭、洗澡、上厕所等自理能力有没有困难。有时候还会有社工师或心理师参与，了解你的家庭支持网络和社交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佑利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提醒，请你务必记在心里，那就是100%的诚实。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不好意思、怕丢脸，就在评估人员面前强撑，故意说我还可以，没关系，我自己勉强能做。他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看过成千上万种案例，绝对不会嘲笑你或看不起你。你越是诚实，把你日常生活中真正遇到的困难、最吃力的一面真实地展现出来，他们就越能做出最准确、最贴近你实际情况的判断。这份判断直接关系到你最后会被核定为什么障碍等级，而等级又直接决定了你可以享受到多少福利补助。所以，诚实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让你的辛苦得到应有的、合理的支持。第4步就轻松了，叫做静候佳音，领取证明。当医院的所有专业评估都完成后，你就可以安心回家了。医院会负责将完整的鉴定报告用正式公文的形式送到你户籍所在地的卫生局以及卫福部进行最终的审核核定。这个过程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在家耐心等待。通常审核流程需要大约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一旦审核通过，你就会收到区公所寄来的正式书面通知。这时候，你就可以带着这份通知、你的身份证和印章，心情愉快地去区公所的社会课，领取那张期待已久的正式的身心障碍证明了。证明拿到手，美好的改变才刚刚开始。怎么把这张证明的价值最大化呢？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凭身心障碍证明可以申请的补助和服务项目，林林总总超过30种。我挑几个对咱们长辈最实用、最有感的5大福利来说给你听。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就是生活补贴金。这是政府每月固定汇入你账户的一笔现金补助。根据你的障碍等级以及家庭的总收入水平，每个月可能有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这笔钱你可以自由支配，用来贴补买菜钱、付水电瓦斯费、买营养品，能实实在在地减轻日常生活的经济压力。第二个是医疗费用补助，这对需要经常回诊看病的长辈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有了证明，你去医院或诊所的挂号费可能全免或减免大半，住院时的部分负担费用也能申请补助，甚至一些特定的昂贵药物也可能有额外的补贴。1年累积下来，能帮你省下非常可观的医药开支。第3个是交通出行优惠，让你出门复诊、访友、散心都更轻松、更省钱。凭证明，你本人和一位必要的陪伴者，搭乘捷运、公车、台铁、高铁等大众运输工具，都可以享受半价或免费的优待。对于需要定期往返医院洗肾、做复健的家庭来说，这笔长期省下来的交通费绝对不是小数目。第4个是税负减免，省税就等于多了一笔收入，包括你个人的综合所得税，可能有免税额增加或税率优惠。你自住房屋的房屋税、地价税可以申请减免，使用牌照税也可能有优惠。而且不止你本人，负责照顾你的子女，在申报所得税时，因为抚养你这位身心障碍亲属，也可以享受比一般抚养扣除额更高的特别扣除额，这对全家都是减负的好消息。第5个是我个人觉得最贴心、最实用的辅助器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补助。政府可以补助你购买生活必需的辅具，比如轮椅、电动代步车、助听器、拐杖、沐浴椅等等，不用再自己全部掏腰包。更棒的是，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补助，政府会派专业的评估员到你家实地查看，评估哪里需要改造，比如浴室是否需要加装安全扶手，地板是否太滑需要改成防滑材质，门槛是否过高需要打平，是否需要在楼梯加装升降椅。这些改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在最熟悉、最自在的家里安居到老，住得更安全、更方便、更有尊严。在这里，我必须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政府提供的身心障碍福利体系和另一个很重要的长期照顾 2.0 服务体系是2个独立运作，但部分服务项目有重叠的平行系统。比如说居家服务，请照顾服务员到家帮忙，交通接送、辅具购买等项目，2个系统可能都有提供，但是政府有明确规定，同样的服务内容，你只能选择其中一种对你最有利的方案来申请，不能两边重复领取。
所以，在你开始具体申请任何服务前，我强烈建议你先到区公所社会课，或者打电话到你当地的长期照顾管理中心，让专业的个案管理员帮你做一个全面的福利试算。把他们两个系统能提供的所有福利项目摊开来，一项一项比较，看清楚到底是申请身心障碍的补助比较划算，还是衔接长照 2.0 的服务更适合你现在的状况。千万别自己闷着头随便申请，结果领了 A 却丢了更优的 B， 那就太可惜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关键信息实在太多了，佑利为大家总结一下。首先，观念要更新，身心障碍证明是科学的功能评估，目的是提供支持，并非负面标签。其次，申请门槛并不高，常见的行走困难、失智、洗肾或视听退化都可能符合资格。第三，请主动申请，直接向医生提出需求，流程并不复杂。第四，福利全面实用，涵盖现金、医疗、交通、税负与居家改造，切实改善生活品质。接下来是3个重要提醒：一、紧盯证明有效期，拿到证明后，请立即圈出有效期限，并设置提前3个月提醒。多数证明并非永久有效，务必提前办理重新鉴定，避免福利中断。2、永久有效，也需定期换证，即使证明标注永久有效，每5年也需到区公所换发新卡，否则福利同样会暂停。3、善用专业协助，政策会调整，如有疑问请直接联系户籍地区公所社会课或卫福部咨询专线，获取最新信息与帮助。这张证明代表着社会对我们长者的支持与关怀。身体功能退化是自然过程，我们不必独自面对。善用现有资源是一种让生活更从容、更有尊严的智慧。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有帮助，请分享给家人、朋友或社群。你的分享或许能为他人点亮一份希望。感谢聆听，我是佑利，下次再见。